感谢老师，感谢鲲鹏。这是一个 AI 的时代，当它爆炸式的出现时，无论是奇妙还是危险，人类都不可能再遏制它的发展。人类与 AI 从此势必紧紧绑在了一起，因此我创作了一部关于人类与觉醒后的 AI 在未来的故事。AI 是如何觉醒的？彭罗斯老爷子认为意识是量子过程，而贝尔不等式能够区分宏观世界和量子世界。这两个伟大的思想在我的故事中聚合在一起，创造出觉醒的 AI。 人类文明正处在星际大航海时代的前夜，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。第三代医学体系保障星际远航者的生命和健康。在星际时代开发一颗行星还需要上千亿人几十万年的时间吗？行星级建设方案让一个人拥有一颗行星成为可能。 AI 的身影掠过虚拟世界的太阳，它制造了太阳危机。通过建立环太阳监控网络， AI 把自己抬升到了太空。 AI 把一个反德希特空间炮射入太阳，太阳危机真正爆发了。所有的人类只得重返地球，唯一坚守在火星基地的人是马斯克的后人。他死了，他仰望着火星的夜空，记忆着人类曾经的辉煌和梦想。他的旁边是火星纪念碑，通体赤红，如同一把指向星空的火焰之剑，上面用10几种语言刻着人类。我笔下的 AI 是个机器人吗？当然不是。在木星附近，它的2个分意识互视着，自己看着自己。它是多意识多本体硅基低商体，它要带着一个微型黑洞回到地球，把它注入到地球核心，这就是黑洞工程。裸露出来的黑洞微微发着红光，后面是纳米机器人组成的几万公里长的微尘流，像一根烧红的缝衣针带着一根长长的线，从极地轨道扎向了地球的南极点。在我的作品中，我尽可能去描摹未来的可能，以一种理性的角度去推测未来，但我更希望能带领读者去走进未来，真正的感受未来，触摸未来，甚至置身于未来。因此我以极大的篇幅描绘感觉，不论是人类的还是 AI 的。意识上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在现实世界中睡着了，然后在虚拟世界中醒来，是这样吗？现实世界中的那个我会是怎样？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上传意识后在虚拟世界的你，你还会是你吗？下面是一段死亡后的对话。上传以后的那个我是现在的我吗？我会认为他就是你，大家都会认为他就是你，他也会认为他就是你，只有你知道他不是你。施一公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提到，人类用不超过1000种蛋白质来感知宇宙。 AI 对虚拟世界的感知会是什么？是电子的洪流流过硅的芯片，还是屏幕上闪过的程序和数学公式？我想都不是。我们人类用光感知这个世界，光是一种电磁波，但是我们没有感知到电磁波的频率和波长，而是感知到颜色与明暗。AI 的多个意识和本体弥散在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中， AI 看到了比人类认知更大的宇宙。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，却不属于人类。人类文明的火把轻了，燃烧的火焰浇到在人类自己的身上，为下一个在烈火中诞生的文明而献祭。黄昏在燃烧，所有的人都将走向毁灭。我认为科幻文学在彰显人性善良的同时，还能够思考人类的未来。科幻文学不应该蜷缩在主流文学的角落中，而应该在人类文明的舞台中心大放异彩。因为在文学领域，只有科幻面向未来。人类有未来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身为人类，我希望擎起你人类的旗帜。